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60岁老人性猝死。原来人的阳寿长短和性生活竟有这样的关系，无论多害羞也一定要知道。夫妻生活是健康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是促进自己身体以及精神方面的重要调味品。老人与性生活是很多人都非常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。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，人们已经意识到了，性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事情，性与老年人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。和谐的性生活对于人们的作用非常的大。健康和谐的性生活能够更好地促进老年人的身心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欢愉，而且还能够促进家庭的和谐。但是有报道表示，有些老人在性行为时发生了意外。原来人的阳寿长短和性生活竟然有这样的因果关系，我们赶紧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性生活决定了阳寿长短。性生活本就是一项强度比较大的全身运动，对于身体较好的年轻人来说，短时间内很容易的平复，但对中老年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，强度过大的性生活就很容易诱发性猝死。医学上解释，在性交过程中或者结束后，由于过度兴奋导致的心脏骤停或者是脑溢血，从而导致了昏迷甚至死亡，中医也称之为脱症，民间俗称马上疯。曾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医说过，40岁左右是发生性交猝死的高危人群，其次是50岁、30岁、20岁、60岁，而且发生猝死的多半是男性，而造成这一切也是有着原因的。一、体力耗费更多。在夫妻生活这件事上，通常男性耗费的体力比女性要多。其二，男性性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，尤其是45到65岁的男性，和身体健康的中年女性相比，身体欠佳的中年男性更容易被性猝死找上门。其三，精神压力大。若是夫妻关系带来的压力，建议和另一半进行良好的沟通，心意相通后的性生活更显温馨。切记千万不可因为心理压力而去寻求所谓的刺激的性生活，小心这个刺激会要命。其四，夫妻年龄悬殊。据统计，性猝死更容易发生在年龄相差悬殊的夫妻身上。悬殊的年龄代表着两个人的身体机能的差异，双方的性要求也难达一致。年长的一方如果竭尽全力地配合另一方，很容易在极端的情况下出现猝死。二、房事中这些行为要不得。假如你的身体很健康，没有上述的问题，但也不意味着就能够随心所欲。下面这几个行为最好也不要出现在性生活中。一、不良嗜好后的性行为。其实性生活时，人体本就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，酒精的刺激，再加上血液循环速度更快，血压持续升高，更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并发，导致猝死。二、滥用药物。因为年纪的增长，性能力方面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。如果此时通过吃一些所谓的壮阳药来强行的提升性欲的话，很容易因过度兴奋诱发心源性猝死。使用药物方面，在建议咨询正规医院医生之后，根据医嘱酌情的使用。三、特殊姿势。人体脖子外侧中段有个地方叫做颈动脉窦，有调节人体血压、心率的功能。如果用力的挤压或者是亲吻，可能会诱发心脏反射性心率减慢，严重可引起死亡。这种情况虽然是少见，但也要注意避免对我们脆弱的脖子进行太用力的动作。三、性生活有什么好处？人本能的欲望并不会随着机体的衰老而退去，
无论是金赛性学报告还是人类性行为等所有的性医学的著作，都肯定了老年人性需求和性能力。绝大部分老年人的性生活可以维持到70岁以上，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可以保持到80岁左右。在某种的程度上，老年人有性生活是有利于健康的。一，可以缓解心理压力。老年人心理学研究认为，性生活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抑郁症以及一些心理的疾病，增强自尊心、自信心，缓解多种的心理压力。二，有助于家庭和睦。和睦的性生活可以增进夫妻感情，自然也就有助于家庭和睦。三，延缓衰老。骨质疏松是老年常见的疾病，很容易就会出现弓腰驼背，很显老，也很容易骨折。而适当的性生活可以维持睾酮下降的速度，增加骨质密度，增强整体的活力，提升肌肉强度，从而延缓衰老。四，没有性生活就会影响人的寿命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一，性生活不足反而对寿命有影响。据英国的一项对1000多名男性进行的10年跟踪调查的数字显示，每周至少有2次和谐性生活的男性，其早死的概率比其他人低 50%。 除此之外，英国心理学教授特丽莎·麦克奈尔综合多个的研究以及自身的诊治经验，归纳了100个令人增寿或者是减寿的条件，其中和谐的夫妻生活是增寿的条件之一。由此可见，和谐的性生活不足的确不利于人的寿命。据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夫妻生活与智力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。夫妻生活良好的人，患老年痴呆症的时间会推迟，其大脑活力更好，记忆力更好，智力更高。适当的夫妻生活是有助于提高人的睡眠质量，因为性生活过后人会稍显疲惫，其实与爱人相拥而眠会让人的身体得到更好的休息与放松。相反，如果人长时间的处于旺盛而发泄不出的状态，会使人高度的亢奋、焦虑不安、烦躁等等，从而导致失眠。总而言之，和谐的性生活对老人的好处多多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只要在安全、健康和舒适的环境下来进行性行为，才能够充分的享受生活的乐趣，才是有益于身体健康、延长寿命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